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说自己的嘴巴里面总是苦苦的、干干的，而且有的时候啊，一讲话它总是有一股味儿。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我当时回答的就是一个字，叫做三点水的一个津啊，这个津啊，天津的津。那么这个津呢是什么？其实很好理解，我们自己身体里面也有，就是我们的口水啊。以前人把它称之为叫琼浆玉液。那么如果说你嘴巴里面干了，很明显嘛，就是三点水的津啊不足了，那么我们就要让它出来。怎么出来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叫做绕舌功啊，就是让你的三点水的津让它一点一点的出来，同时呢把它吞下去以后就能够很好的出来了。那么绕舌功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我们用舌头围绕着我们的里面转一圈，你看。这么转着一圈，你能看到啊，它有一圈印子啊。这个方法其实在古法传统当中啊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古人特别喜欢这么去做。我们顺时针转一圈，逆时针转一圈为一次，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练习。但我做这个动作我就讲不了话了，所以你跟着我练习，我们做上3次啊，看好。正反为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第2次，然后我们继续。有没有发现，在转的时候，你开始不断的有水在中间搅动起来了？你去一般来说转9下，但是咱们视频啊，如果说只转不讲话，太枯燥了。所以我们正常，你只要说你3步能跟着我，你再去多做几次，慢慢的整个嘴巴当中就会有很多的水。然后这个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琼浆玉液，我们把它一口直接吞下去，每天你做1次，这是道家传统古法传承下来的一个方法，我们就这样去做。同时呢，你记着，咱们练功的时候，咱们很多人讲啊，叫做舌顶上颚。在日常当中，比如说我们闲着的时候看书、看报都可以，你用你的舌头顶住你的上颚，这么顶着，顶上去以后，你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托着你的这个下巴，这叫沉浆。从上嘴唇到下巴之间的点，就这么拖着啊，大拇指点着也行，就这么感受啊，它也会让这个我们的这个琼浆玉液慢慢的出来，然后吞下去。一般来说，我们顶上一个20秒啊，这么点住20秒就有感觉了。这2种方法咱们经常做，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说你的嘴巴当中的这个水不足，其实它是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的口水当中有很多有利于我们下面的这个东西你们自己去搜一搜就知道。如果经常感觉不足的话，一定要注意把咱们这个动作去练习起来。你可以一天做2次，早上1次，下午1次，同时这个动作平常配合在一起做，日常当中做一做。当你开始做了以后，感觉到有水慢慢出来了以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干了，也不苦了，而且这个时候你肯定会回来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默默的给咱们大伟给我点上一个关注。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方法。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更多的内容就在咱们的主页当中，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经常感觉自己的头上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每天头这么一晃，后面就感觉晃荡荡的特别的难受？或者有些朋友只要一刮风一下雨，就总是感觉这半边会有一种嘟嘟嘟这种跳动的感觉半边感觉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看到这个视频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天地，因为我在这里呢要教给大家一个叫做8字锁。这8字锁你跟着我去做，把头上的一个开关给它解开，你会发现整个完全就不一样了。头上的大石头套着的紧箍咒这个感觉就没有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内容分享给大家。咱们这里分享的都是实打实的干货。如果你感觉好的，你留下一个评论，打上有用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可以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解动作。
这个动作啊，其实非常简单啊。所谓八字锁，就是把我手伸出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八字啊？这么看一个八字。那么呢，我们先用2指这个位置贴住我们的耳朵，就这么贴住。贴住耳朵的时候，你们前后上下去摸一摸，会摸到一个小小的平台，就围绕这个平台，咱们进行一个上下的推动。大家可以看，来上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啊，咱们不能直上直下，因为这个手推起来，你看我直上直下的话是有弧度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耳朵是有弧度的？它其实就是引导着你怎么样做一个有弧度的向上推，你看这才是正确的啊，跟着这个耳朵的弧度来慢慢的往上，1、2、3。做多少下你们自己数，做上20下。刚开始跟着我做的朋友们，我不建议大家2个耳朵一起做，为什么？因为你要去找一种对比。你看我们做上20下以后，当你手松开以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啊，你会有一种通透的感觉。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推，把这里微微的推到有一点发热，你自己数20下左右就差不多了。当你把手松开来的时候，我们感受一下这半边和这半边是不是两边开始感觉有不一样了？甚至有的朋友啊，感觉耳朵听东西啊，都感觉一根针掉到地下都能听清楚。这是什么？这就是打开了一个开关，这才是半把锁。那么2把锁合在一起才是一把完整的锁。所以呢，打开半把锁以后，咱们先不要窃喜，再把另外半把锁打开，你会发现不一样。怎么去做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看。把我们的手掌伸起来，然后这个位置啊成一个直角，这里有一个小窝窝，我们用这个小窝窝刚好压住我们的耳朵，每个人这么做啊，你看把我们的耳朵这里给它压实了，压实了以后头转过来，大拇指贴上去，这么贴住以后，你看就这条线叫做等身寸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么我们怎么去做？我们用手慢慢的从外向内。就这么去推，慢慢的由外至内啊，去20下到30下，慢慢的去推。推的时候头别低着，别低着推啊。你这个单手先推，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找感觉。慢慢的，当你推开来以后，也会有这种热热的感觉。就这么去推就行了。推上一个20下、30下以后，你自己感觉可以了，我们把手松掉。松掉了以后，你再活动活动头，你会发现不一样。那么咱们有很多女性朋友啊，她头上容易扎着一些辫子啊，或者盘扎一些头发，这个时候我们推的时候可能就不太顺利了。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咱们女性朋友做的方法，点着这个点，对不对？还是一样找这个角度啊，找这个横线，点着它以后，慢慢的动一动。然后再往内动一动，每个点转一圈，每个点转一圈，就这么转，把这条线给它解开，推到我们中间的这个窝窝里面，从外到内去推。如果你做到后面可以的话，2个手一起推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推完以后，我们现在就来做对比啊，两边找一下感觉，是不是发现有的朋友脸上开始发热了啊，左右开始感觉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差距啊。当你确定了这个动作对你感觉有帮助了以后，咱们就开始以后2个手都可以去做啊。这个由外向内去推一个8字锁，2个就是这样啊。你记住这个手势，基本上你就把这个动作给记在脑子当中了。而且你记住啊，咱们所有的动作讲的都是细节，而这些动作好不好也是在于这些细节。好的动作要又简单又快，能够服务于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认为的一个好的动作。所以我把这个干货啊分享给你，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并且给咱们点上一个关注。在别人那里呢可能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寒很重，湿也很重，在冬天的时候就感觉浑身不自在，那么在夏天的时候，你别指望这个夏天能让你松一口气。咱们有很多人我见过的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空调啊一直对着吹，吹着吹着，然后慢慢的这个头上啊就开始怕了。
在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的时候，头上都要包着一个小毛巾或者包着一个小布，把这里护得好好的，不然的话有一点风啊它就难受。或者呢，我也见过很多的人，他的这个肩膀上面啊，他就这么一圈，从我们的肩膀上面这么一圈，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就里3层外3层去披上这个小毯子。为什么呢？因为只要空调的风只要微微的从这里扫过，只要稍微凉一些的风，它浑身上下就不自在，这个肩膀本能的都会缩起来，而且这样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的肩膀、他的脖子，甚至这个头上都会感觉到压着这个大石头，里面发酸的感觉。这种的我们讲啊，其实非常简单。我今天教你一个动作，这一个动作一个点位，你只要跟着我去做，就能把这个锁打开，而且做完以后你会发现非常舒服。这是一种运动啊，先给大家讲明白，这是一种运动，只要跟着做完以后，你自己来感受一下。那么这个点在哪里呢？其实道家我们之前讲了9把火，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第7把火，是在哪里？是大椎。大椎这个地方好不好找？非常好找，而且我们甚至不用去很明确的找到它就行。大椎这个位置呢，我经常给大家去说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横着纵着相连的这个点就是大椎。而大椎这个点呢，如果说它堵上了，这个火苗啊它上不来，那么你横向的这个车道它就会堵塞，上下的这个车道主干道也会堵车。那么横向的堵车就是我们说的盖着小毯子，纵向的堵车是什么感觉？它是你后背的这个阳啊，小太阳上升的一个轨迹上不来，因为督脉这个点就是大椎，你看在这个中间的这个点，它如果堵着了，这个小太阳就上不来了，所以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怕一些风。那么大椎这个地方怎么把它打开呢？很简单，就是一个是要搓，一个是要揪。如果是家里面的小孩子，或许咱们很多朋友有一些经历啊，出去玩特别调皮，这边淌水了，那么大人看到以后就拿这个手去揪，揪个几下以后，小孩子一吃痛，哇哇哇就开始哭了，哭完以后一身汗，可能到第2天他就开开心心的了。那么对于咱们来说，手自己去做，手这么去揪，很多朋友揪不了，揪不起来，那咱们怎么做呢？咱们就是去搓揉它，记住是搓揉，可以说是推揉。怎么去做？假设这是我的脖子，这是我的脖子，这个凸起的点就是我的大椎。那么我们手从斜上方啊，你看就这么去推上去的时候，手是慢慢的张开来，往回像个小钩子一样往回拉，再并拢往下推拉推拉。为什么说这个动作是一个运动呢？我从后面做一下，你们看完就明白啊。我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啊，你们可以这个时候跟着我去做啊。手从上面斜下方下来，把手掌打开，然后往回去拉，1、2、3、4啊，手上要有劲往回带，5、6、7、8。做完8下以后换手来，1、2、3、4、5、6、7、8。做完再换手，左右手交替。你们看好我的手方向啊，往下往回拉，就这么去做。慢慢的把你的大椎打开，啊，手就这么去推，推完以后再交换手。为什么说它是运动？你看咱们在做的时候是哪里在动？我们的肩膀在动，我们的手在动。这个在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活动到了，而且你在做着做着，很明显的，你能感觉到额头上面开始出汗。如果出汗的朋友在评论区上面打上"出汗"2个字，你让其他的朋友啊看一看，出汗了以后发热了都是好的。而且你要有这种感觉以后，证明你这个后面的阳往上升起来了。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记住啊，这个位置每天没事的时候，特别在夏天，咱们可以背朝太阳，一边做着天灸，一边去做，这个感觉是非常的棒。而且很多朋友这个地方他鼓起个大包，你们在做的时候记住啊，如果你天天做的话，手上可以涂抹一些精油，然后去做，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同时呢，如果你做完以后感觉还不过瘾的，家里面有吹风机吧，对着你的大椎头就这么去吹。吹一吹，吹上一个1分钟左右，你自己再感受一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这一个动作你把它记好了，然后把我教的这个动作把它去做一做，当你感受到这个动作的能力了以后，你就会坚持去做了。因为我们在这里分享的动作啊都是干货，而且这个干货啊都是很多朋友做完以后都竖大拇指的。什么叫做干货？一个是简单，一个是好记，还有一个就是快。这3点满足了以后，它能服务于你的日常的点点滴滴，这个才是干货。
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觉满意的话，一定要关注我，同时给咱们的视频点一个赞，把视频收藏下来。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自己头上重重的，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而且有的时候低头低久了，然后一抬起来，猛然之间啊，你会发现两眼前啊发黑。有的朋友啊，他这个头上啊重，而且呢记忆力变得时好时坏，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他存在一定的问题，叫做什么？就是你的往上走的这个供水量啊不足了。我们简称5个字，叫做脑供不足啊。那么今天啊，咱们的视频的主题也就是这5个字，脑供不足。我今天会教大家一套方法，你跟着我去做。我教你怎么把这个水啊去往上引，把这个红色的这个水啊引到我们的头上来，而且你基本上跟我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好了，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如果说大家跟着我做完感觉好的，一定要记得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这个动作当中的细节比较多，我担心大家以后啊一划走就忘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开天门。何为天门？你看，就是这个门就叫做天门。那么开天门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去引上去一条线，红色的线，每个人都能引上来，但是有的人引得快，有的人引得慢。我们把这条红色的线叫做引子，引力的引。把这个线引上来以后，它红色的水就能往上走了。来，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看好，我们用大拇指点在我们耳朵上方，距离1指的位置，大约在这个位置，把它点住。2个手的大拇指都这样点住，然后2个手指分别是对在我们的印堂上，然后慢慢的往上推。你们注意看，我头上慢慢的随之而来的会有一道红色的线，你们可以跟着我这样慢慢的做啊。感受一下头上的感觉，很多朋友在推的时候，头上就像硌着小石子一样，咯噔咯噔的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不通啊。我们慢慢的往上，这条线往上了以后，逐渐的，你能感觉到，你看我闭着眼睛就能感觉到，现在已经有一点影子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它会发红。啊，你里面会感觉到发热，其实这还不够。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去做，然后你也可以默数，一般来说30下啊。到30下以后，你就可以看一看了啊。我自己去做呢，我自己凭感受。你看这个时候差不多了，就有一条红色的印子，你看往上走，我手把灯光一挡，你们能看出来吗？一条印子往上，这个叫做天门推开一抹红，证明着我的水已经往上引了。你们做完以后，很多朋友能感受得到这里亮了，这个地方松了，但是记住，这只是引上来，你还要把它散开。怎么散？你看大拇指的位置是不动的，然后2指变成4指，要把这个门给打开，慢慢的把门打开，跟着我去做，慢慢的打开啊，由内向外这么去做，15下到20下。逐渐的，你感觉到啊，里面有一些小石头啊，或者小疙瘩啊，你把它慢慢的推开以后，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你看我现在就感觉差不多了，它散开来的感觉，你如果闭着眼睛的话是能感受到的。如果你感受不到的话，你就跟着我一样做20下啊，15到20下都行。你看我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了，我睁开我的眼睛，明显发现啊，这个位置是酥酥的感觉，而且整个脸上有一种由内而外的热的感觉。眼睛这里也亮了不少，这就是开天门。为什么你会有这些感觉？因为你把这个水啊给它引上去了。每天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去做上1个2次，早上起来做1次，晚上做1次，就这个动作，你看连前面带后面去做的话，大概也就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如果说完整的做的话，就是手点在耳朵上方，跟着我一起，你看由下至上去推，推完以后手别放，大拇指别放，2指变4指，再去这么去做。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开天门。你把动作记下来以后，每天做一做，你会回来感谢我。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感觉大伟讲的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一定要记得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没有关注的，把咱们的关注也点上，因为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叫做深蹲。深蹲啊，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大腿啊变得更加强壮，增加我们下肢的力量。所以没事在家咱们就可以练一练。那么深蹲这个动作怎么做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们蹲下，
啊，起身。很多人做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是什么呢？他身体会往前啊，重心会往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整个膝盖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我们正确做深蹲的时候，要把中心放在我们中间偏后一点点啊，可以用手扶着墙，刚开始，然后慢慢的往下蹲。1，好，来，2、3、4。我们动作不用太快就慢上慢下，这样的话呢，你在做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腿部发力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也是代表着你做这个动作是非常有效的好，今天这个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咱们这个深蹲动作大家日常在家一定要多多练练。我是大为谢谢大家。